那个吉林1号刚才咱们也说了，总量45颗，现在最新的一颗，它的那个分辨率已经到了大概是光学分辨率到了0.5米水平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在俄乌的战场上，不光是北约以及美国他们的侦察卫星、通信卫星等等各式卫星，在那个地方给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有一个情况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是说美国及西方的他们的商业卫星也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对，那么商业卫星未来在国家安全的行动当中会不会大显身手呢？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请刘晓飞先生，请他分析一下未来商业卫星介入到国家安全行动当中，它可能都有哪一些作为？美国最近一些的网站上都在分析，说是欧洲、美国一些民间的商用卫星公司给这次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在军用卫星侦察的间隙，这些商业卫星的拍照能力相当于填空了嘛，对，把这缝隙给填满了。因为他现在是看到了，他列举了大概是4、5个就是商业卫星的网络，就是每一个公司可能旗下都有几十颗卫星，那么4、5个公司加在一起就是上百颗卫星，就是只要调整好轨道，就可以在乌克兰上空定期的重返。那么这个如果按这个数量来算的话呢，比如说你像中国的这个卫星星座，咱们的长光这个吉林1号，目前是45颗星，45颗星的话就已经能做到对世界上任何一点，我选中这个点之后再调整轨道，能够保证45颗星对这一个地点一天重访16到17次，基本上我这1多小时多一点，我能看你一遍。那么如果是100多颗星的话，就可以在乌克兰境内选取若干地点、敏感点，比如说伊久姆附近也好，或者说这个赫尔松附近也好，等等，找些点进行这种反复性的观察。如果我把观察的间隔再稍微放开一点的话，我可以对多点进行连续观察，也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他们认为，在军事行动上，通过这种民间的卫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俄军的车辆编队目前停在哪儿了，有多长，有多少车辆。再有就是合成孔径的这个卫星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在一些云层或者是一些天气不好的情况下，穿透云层对地面雷达进行成像。因为这些雷达成像卫星呢，有时候还能克制一些个光学伪装，因为你光学伪装只是对镜头、对可见光用一些迷彩方式进行一个伪装，但是用雷达波可以把这些伪装彻底剥掉，能看清楚这个伪装下边到底是藏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合在一起，这些卫星合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战场监视网络了。就乌克兰他们的数字化部长他自己透露的信息说呢，美国就有5家公司和他展开了合作。对，民用卫星和商业卫星它也有好处，比如说成本比较低，比如说布点比较多，对，都是一些轻型小卫星。对呀，你只要给钱价码合适了，我就可以给你干，技术能力现在呢也够用了。所以民用卫星参军在未来战场上肯定是有作为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其实中国的有些民用卫星就是在乌冲突当中，他们也有所表现。对，目前我看到国内比较火的一个是咱们刚才聊到这个是吉林1号，而且那个吉林1号刚才咱们也说了，总量45颗，现在最新的一颗它的那个分辨率已经到了大概是光学分辨率到了0.5米水平了，就是最新就是高分的04号星。但是这个高分04号星它有个冠名叫做安西铁观音2号，还有个安西铁观音1号，就是现在是2个铁观音在天上转着呢。中国人讲话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看说有个真有。咱们这个04A 星发布的当天就传回了好多照片，这个照片当然是拍的停在纳米比湾港口的舰船的这个图形非常清晰它的分辨率我觉得应该是在1米之内了。对，我还问了一下另外一个单位，就是海思卫星最近不是也挺火的吗？海思1号卫星通过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就是扫描了一下乌克兰境内很多的机场，比如机场那个225那个机库是不是真被炸塌了？那个水坝是不是被炸掉了？就是哈尔科夫附近有一个水坝，在这个之前呢，乌克兰方面说呢，乌克兰的军队已经把它炸毁了，为了阻止俄军的进攻。还有的消息呢说这是俄军炸毁的，为了破坏这个水坝。对，最后照片一看根本没炸，谁都没炸，就是你去把谣言给破除一大批嘛。实际上是我看是一个网友跟海思的工作人员就关于卫星的问题争论去了，然后官司打到我这儿来了，挺有意思的。最后我一看，人家海思当然是中科院出的嘛，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网友可能错误认识，帮他纠正了一下，就问了一下你海思1号分辨率怎么样？他说在 C 波段约束模式下，
雷达照片这个分辨率也是1米以下水平了。我说这个水平相当可以了，因为这雷达照片几年以前我还问过，说实验室水平是1米，实用的水平呢稍微差一点点。现在已经不是实用水平问题，这是民用商业卫星的雷达形象照片都是分辨率小于1米，已经是很高清晰度了。大家知道吗？现在世界上在轨的卫星，当然是美国最多，2800多颗。这个美国以后还会增加，因为人家星链卫星以后会发4万枚呢。对对对。但目前2800多颗，听说呢，俄罗斯是160多颗，而中国呢没有美国那么多，远远多于俄罗斯。那么这其中的我们的商业卫星这个数量也不少。对，未来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的东南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按照美军的统计啊，除了那些个像星链这样的通讯卫星之外，真正的用于地面进行遥感的各种侦察卫星，美国、中国都是200多颗，差距已经很小了。但如果把双方的这个民用卫星都加上去的话，未来我们不见得超不过它。对的，因为那些有些星链卫星啊，其实主要是通信卫星对，它不是其他侦察卫星。所以啊，大家呢对中国商业卫星的未来呢要充满信心。我们未来在空中商业卫星的能力，我们会比美国呢有一定差距，但是呢也不会差到太远。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下一期我们再见。